せめて今だけは気持ちいいことしてようよ。作为挖宝前线第 N 人，秉承着老黄金矿工的职业精神，最近九九可谓是在补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再加上最近刚刷完黑色四叶草，对热血番是越来越上头。我是顺着词条挖了好几天，结果要不就是看过的，要不就是设定不合我口味的。就在我想要不就把养了很久的巨人看完的时候，发现了这样一部番。从剧情上，它是一点不输惊爆游戏；从尺度上，它也可以挑战一下今年的天空金饭。最重要的是，它阻止了我吃屎的脚步啊！他就是弥留之国的爱丽丝，咱们的男主叫有栖良平，日语发音很像爱丽丝。他有2个基友，这个黄头发的哥们儿叫大吉，另一个叫张太。这天晚上，3个人一起坐在地铁站的长椅上聊天。有栖是个老社恐了，今天他依旧搁那儿吟唱。どこでもいいからよ。知らねえ国にでも行きてえよな。为了满足他这个小小的愿望，远处放起了烟花，但是有一发镜头特别的足，那是直冲云霄，就连炸开的方式也独具一格，光晕一瞬间吞噬了3个人。等他们再次回过神，已经被土埋了半截。清醒过后，有栖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有点难以置信。城市已经荒废，大街上一个人影也瞅不见。他们打开了便利店的门，发现很多食物已经过了保质期。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，正常人的反应是这样的。マジで俺たち以外誰もいなくなっちまったのかよ。非正常人的反应是这样的。ワクワクしてんのおかしいかな。张太那是相当赞同有栖的想法。だってよ、ここは小言を言う親もいなければ、めんどくせえ教師もいね。不过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大吉用关爱傻子的眼光盯了他俩一路，为了让他们清醒一些，大吉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如果这就是真实世界，以后要怎么在这里生存？正当他想进行一系列热血发言时，远处的光亮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他们顺着光亮走去，发现了一个类似神社的地方，这里仿佛在举行庆典，摆放了很多好吃的。会场中央还有一个指示牌，人类怎么可能抵挡得住美食的诱惑呢？3个人想也没想就走了进去。他们吃得正香的时候，会场中央的指示牌突然转动，上面写着生存通知，游戏开始。眼看形势不妙，大吉叫上他俩就想赶紧离开这里。忽然一个妹子叫住了他，这个波涛汹涌的妹子叫子吹。子吹一看就是老玩家了，他说如果你们现在还以为一切都只是梦的话，那可真是太蠢了。不知道张太听了这个话心里怎么想。然后他便拿过大吉嘴里的烟往门口一丢，烟瞬间化成灰烬。有栖和张太看到这一幕吓得一身冷汗，原本以为这里是天堂，结果还不如地狱。子吹继续说，清醒点吧混蛋们，现在你们已经落入游戏当中了。这个时候指示牌又公布了游戏的难易程度，是梅花3。游戏规则是每个人有1次的抽签机会，如果所有人能在全部登录熄灭前顺利的抽签完毕，就能通过。但凡有1个人没有抽签的话，游戏就会失败。子吹一看游戏程度只是梅花3，松了口气。梅花是相对而言危险度最低的游戏，而且难度只有3，只要不错过细小的提示，大家齐心协力的话，应该可能或许大概8成有希望通关。ゲームが終わるまで、私たちは運命共同体ってわけよ。好一个命运共同体！子吹提议先去抽签，有栖跟在他屁股后面问东问西，这婆婆妈妈的架势彻底把他给惹毛了。うるさいわね。質問ばっかりしないで少しは自分で考えなさいよ。子吹都这么说了，有栖也不叫唤了。4个人安安静静的来到了求签罐的前面。大吉打头阵第1个抽签，结果大吉就真的抽到了大吉，上面写着如为大将所示之人，纷至沓来，南方吉兆。张太第2个抽签，他抽到的是小吉，上面还有一个方程式。此时指示牌又开始闹幺蛾子了，他要求抽到签的人大声说出方程式的答案。张太说大概是18吧，指示牌提示答案错误。到这里先暂停一下哈，所以说这个方程式的解到底是什么呢？ A 12 B 21 C 9 D 15，给你们3秒钟时间哦。3，好，答案揭晓，它就是 D。答错了就要接受惩罚。张太的惩罚就是追击型火箭，这要是稍微偏一点，以后基本就告别夜生活了。3个初来乍到的新人愣在原地，只有子吹很淡定。轮到他抽签，结果抽到了一个凶。附加的问题是，牛乳是由牛血液中的营养素所生成的，那么1升牛乳需要几升血液？这个问题就太变态了吧！大吉和子吹认真的研究答案，有栖难以置信的看着他俩。なんでだよ。なんで2人ともこんな現実を受け入れられるんだよ。
先别着急骂男主废物，他没来这之前就因为家庭原因很自闭，经常逃避现实。后来是大吉和张太的出现稍微改变了他，所以他不可能刚换一个地方就马上性格突变。心理素质要真那么好的话，当时也不至于自闭了。扯得有点远了，咱们接着讲。大吉和子吹商量好答案，答えは30よ。答案错误，正确答案是450。迎接他们的是420根火箭。有七看这阵仗，吓得双腿发软，动弹不得。大吉跑过去给了他一脚，这一脚终于提醒了有希，原来开关在屁股啊。另一边，张太因为太帅，小腿中箭，情况万分凶险。好在大吉抄起桌子跑了过去，为他挡下了后面的箭。突然就燃起来了，有希也重振旗鼓，果然热血会传染。他调整好心态，走向求签罐，一边走一边鼓励自己：我能行，我可以，我最棒。然后他就抽到了大凶，附加问题竟然是地球上有多少人。好家伙，这是从一开始就不想让他们答中吧？有希也想到了这点，他开始回忆这几次抽到的签有没有什么共同点，结果还真的被他找到了。69億だ。其实游戏从一开始就没有规定说要答对多少题才能通关，签上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幌子，就是用来迷惑玩家一心答题，忽略上面写的其他内容。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解题，而是怎样找出线索，躲避火箭。其实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每个线上面都有方位。几局下来，有期发现这个方位和箭射过来的方向完全吻合。他这次抽到大凶，上面也有方位，就是北。一瞬间万箭齐发，他们向北跑，想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建筑物挡住火箭。最后发现了一口井，大家以为这下终于可以得救了，结果打开井盖发现是口死井。正当有期怀疑自己是不是看漏了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一根箭射进井里，发出来的竟然是金属碰撞的声音。之后有期撑着桌子为大家挡箭，大吉去挖井，终于发现了阀门。打开后，里面是一间小屋子，4个人赶忙躲了进去。此时屋子里的指示牌提示他们游戏通关。之后指示牌下面的打印机突然蹦出一张扑克牌，还有一张纸，纸上面写着入国许可证明，上面还有每个人的名字、累计点数以及滞留有效期。因为有期他们游戏难度是3，所以累计点数是3，滞留天数也是3。离开这里后，子吹为他们详细介绍了一下现在所在的世界，这里叫弥留之国。除了他们还有很多玩家。每天夜里游戏开始，游戏通关就可以拿到签证，签证可以延长滞留时间，如果滞留天数不够，就会直接被激光射杀。总的来说，想在弥留之国活下去，就必须参加游戏，并且取得胜利。游戏分为4种类型，分别用扑克牌代替。黑桃是体能型，方块是智力型，梅花是体能加智力型。有期他们这次就是梅花。第4种是红桃，心理型。红桃是4种类型里最残忍、最让人崩溃的类型，这个我们之后会讲。扑克牌上面的数字代表难易程度，同时也代表赢得比赛后滞留的天数，点数越大，难度越大，天数越多。游戏类型随机分配，只要报名成功就不能中途退出，否则就当失败处理，当场暴毙。有期他们找了个地方休息，顺便把张太受伤的腿包扎了一下。第2天晚上，大吉和有期准备再去参加游戏试试水，子吹留下来照顾张太，期间2个人还发生了点不可描述的事儿。具体情况到底怎么回事，有期他们又会经历怎样的游戏？想要看的可以点赞投币支持一下啊！点赞多的话，九九马上填坑。弥留之国的爱丽丝是日本漫画家麻生羽吕创作的悬疑生存漫画。今天咱们讲的是14年播出的 OVA， 一共3集，但是就是这3集却看得我热血沸腾，甚至让我这个平时很少看漫画的人都想去追漫画了。真的好看，满星推荐。漫画在 B 站就能看，不愧是我的小破站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喜欢九九的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